原来 iOS 18除了 AI 功能之外，还有非常多好玩的新功能哦。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更新到 iOS 18的测试版，今天我们就直接来实测 iOS 18的亮点功能，真的超级期待9月正式版的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 iPhone 现在 App 也可以上锁咯。大家是不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见不得人的 App， 例如说交友软体不想让你的朋友看到啊，还是有一些小秘密不想要分享的话，就可以用接下来这一招把 App 隐藏起来哦。首先呢，长按你想要隐藏的 App。接着第一个 Require Face ID 按下去，这边呢就会问你说你是单纯想要把它锁起来而已，还是你想要加码把它隐藏起来。例如说我们选择隐藏，这边呢再确认一次，然后它就不见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在手机上任何地方都会看不到这一款 App 的资讯，包含你在搜寻里面也是搜不到的。那它会躲在哪边呢？就是你到最后一页的这个 App 资料库。我知道用的人很少，它会躲在最下面这边有一个隐藏，有没有？它就很像我们之前相簿也可以隐藏，再解锁一次它就藏在这里面哦。那除了隐藏之外，它也是上锁的，就是你要点开这个 App， 你还是要 Face ID 解锁才行。顺便跟大家介绍这款相机是最近超夯的 Days， 就现在大家都说这款拍照 App 最有复古感，而且拍出来非常自然。但我现在还没什么机会拍照，所以之后再来实测给大家看咯。那回到主题呢，我真的觉得这个隐藏 App 藏得非常好欸，就是一般根本就不会有人找到这边来啊。所以在看影片的你现在知道要去哪边找了吧？再来下一个要讲到的新功能呢，就是计算机现在新增了非常多的功能，就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界面其实已经有点改掉，它上面会有你的算式，然后你的结果，包含呢左边这边其实有所有的记录，就是你可以去查看你所有算过的数字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更厉害的，就是藏在这里面，这里面有一个换算。然后你会发现它变成了币值，有没有？这边呢，它就是会汇入当下的汇率，你可以直接去计算任何的货币，例如说3万台币等于14万多的日币，然后呢，里面可以去切换不同的货币，这样子要换算美元啊、欧元啊、日币什么的，直接在这里算就可以了。还有呢，就是除了货币之外，大家看到上面的这个分类表哦，基本上你要算什么都可以耶，就例如说大家最常用的长度，可能几尺等于几公分啊，还有像是温度换算或者是重量换算等等的，在这里都可以直接选。以前要换算这些东西真的非常麻烦，就是你要上网去 Google， 或者是你要用特定的网站或是 App 去换算这些东西，但是这一次呢就全部都开放给大家咯。再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控制中心，上次其实我们有稍微提到一点点，但是我发现我漏讲非常多东西。首先第一个来看到它的这个按钮都变成圆形了，其实我个人现在还没有看习惯啊，但是相信久了应该会习惯吧。我觉得看起来会有点不顺眼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长条状或者正方形，它的弧度跟圆形还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看起来会有一点点的不和谐。那这一次控制中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加非常多的配料，就是你按左上角加号，然后里面呢就可以加入不同的项目，就是除了我们之前非常基本的像是计时器啊，或者是手电筒、相机等等这些功能之外呢，现在还加入了非常多 App 里面的控制项目。平常在家里帮 iPhone 充电，是不是最后线都会乱成一团呢？ USB-C、Lightning、Apple Watch 每个线都不一样。但是呢，自从用了 MagEasy 他们新出的 Power Station 气兔15W 5合1充电座之后，终于再不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线。这款5合1充电座通过气兔官方认证，最高可以达到15W 的快充速度，比对一般市面上的无线充电器大多只有7.5W。这款15W 充电速度更快、更有效率，而且它的磁力也非常强。它的这个手机轻轻靠上就会立刻定位吸住。那充饱电拿开的时候，它的底盘也很稳，不会乱移动。而且呢，这个充电座不只可以帮 iPhone 充电，像是 AirPods 啊，或者是 Apple Watch 都没有问题，非常无脑使用。但如果你同时还需要充其他的电子设备的话呢，它后面还有多一个 USB-C 孔哦。那这些装置呢，全部都可以一起充，总输出可高达45W，这样子就可以维持家里桌子啊或是房间的整齐，就不用再接一大堆线或者是充电器，搞得自己很狼狈。那除了充电功能之外呢，这一款充电座还可以当成手机支架使用。它不论是像这样子直立啊，或者是你要横放，它都可以非常稳固。像是在家里看剧就不用手一直举着很酸。
而且你还可以一边看然后一边充电。那我们刚才不是说它5合1吗？它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它还可以当夜灯使用哦。它总共有3段的亮度可以调整，像是有一些人晚上很习惯有一个微弱的光源当夜灯的话，这一款就非常适合。那在安全性的部分，这一款充电座也具备多项电路防护功能，而且它也通过多国的安全认证，用起来也会比较安心。那我现在平常使用这款充电座呢，就是晚上回家直接把手机啊，然后 Apple Watch 还有我的 AirPods 放上去充电，然后就可能去洗澡做自己的事情之类的。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把它当成小夜灯。那这款充电座呢，目前正在 Flying V 上面募资，还有充电座跟65瓦充电器的优惠组合，只要2999元哦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购买链接我放在资讯栏，赶快去看看吧。例如说音乐啊、时钟啊、翻译等等，它会分出非常多不同的细项，或者是你有在使用辅助功能的话，这边也有更多选择。像是这一次也蛮酷的，就是有这个防晕车的功能哦。这个防晕车的功能呢，就是你把它打开，然后它这边会出现这个黑点，有没有？这个黑点呢，就是你在车上一直摇来摇去的时候，它会辅助你，让你在看手机的时候比较不会晕车。就是我这样左右晃动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黑点？就是运用某种原理，让你在滑手机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晕车这样。那我们继续回到控制中心。那除了更多选项之外呢，现在控制中心的这些大小都可以自己变更哦。例如说，你很常用到手电筒，你还可以把它拉成更大的形状。一直拉失败，就是你可以拉成最大是正方形。或者是你也可以拉成长条状，然后你也可以随意的摆动。然后有些人就说这个圆形很像之前那个转珠游戏，有没有？就可以在这边玩，还蛮可爱的啦。那除了这一页最基本的按钮之外，下一页这边是一些行动数据的页面。就是其实控制中心现在变得有点像是第二个桌面，你可以加入非常多你自己想要的功能。其实它变得还蛮复杂的，必须要说。那这些东西呢，其实都藏在这个表单里面，但是你知道差在哪里吗？就是你要去把它拉大。例如说我现在这个是基本的音乐，我可以把它拉到非常大，但是也不是每一个工具都可以拉到这么大，也要看苹果他们自己有没有设计啦。然后像是这一页它缩小的话就会是不同的形状，例如说这样子，所以它里面的大小其实就是不一定。然后呢，这个控制中心是可以非常多页的，我不知道最多可以几页。这么说好了，控制中心有点像是另外一个小工具的页面，里面可以放超级多小工具，所以这样理解会比较简单。另外补充，后来我也发现桌面小工具现在也可以像改版之后的控制中心一样，它上面是可以拉大拉小的。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非常酷的功能，就是接下来 iPhone 可以录音转文字。那这个功能呢，现在 iPhone 还没有开放，但是 iPad 倒是先开放了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呢用 iPad 来稍微示范一下。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画面呢，它其实还没有支援中文的录音转文字，现在是只有英文。这些都是我测试的结果，它会直接把转文字的结果呢显示在这边。那我们现在来直接创立一个新的档案。它在插入文件这边有一个录音的选项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录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你只要按这个按钮，它就会直接把实时的英文显示在这上面。We are still testing new features. Can you understand me? 它其实英文是非常准确的哦。但这个功能也是非常好用啊，就是你可能在课堂上啊、会议上面，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文字，而且你可以直接把它记录下来，你就不用在那边打字啊或者写字等等的，你就是开着让它录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档案在这边，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看它的文字。那现在如果是中文的话，它还没有这个按钮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用。所以之后 iPhone 上面应该也是有一样的功能，没有道理 iPad 有，然后 iPhone 没有吧？那还有另外一个改版非常多的就是我们的相簿了。相簿真的改到我有点不知道怎么用它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有点摸清楚它的排版到底是怎样。就是我们之前相簿不是下面会有一个分类栏吗？然后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所有的媒体类型，例如说你的照片、你的影片、你的荧幕截图，它不是会帮你排好好的嘛？那现在就是完全拿掉那个分类了，它现在变成一个整页式的，就是我们过去的图库就是在最上面，那你往上滑就是越旧的照片，然后你往下滑呢就是我们的媒体类型，例如说它媒体类型全部集中在这边，例如说你去过哪些地方，用地图分类啊，用人脸分类，然后这边是我自己非常常用到的媒体类型，
就是什么截图什么的，它都帮你分好，你就可以来这边找。然后垃圾桶啊什么之类的都放在这边。大家有看懂这个排版吗？然后另外有一个蛮有趣的，就是它这边有一个背景图片建议，我觉得它建议的非常准确，里面每一张照片都非常适合当我的背景图片，而且都是我自己拍的，它挑的非常好，而且它会自动帮你去配色啊什么的，而且它会定期更换哦，所以大家都可以进来看看有没有一些蛮适合当背景图片的照片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最下面有一个自定按钮，就是你可以去排版说你的相簿要看到哪些东西，就不会说想要找的东西找不到这样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很快带大家看一下现在 iOS 18已经可以玩的一些新功能。那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苹果 AI 现在推出的时间是不确定的。之前说有可能是在今年底之前推出，但是现在时间好像有点往后延，所以有可能变成说今年底之前会有一批的 AI 功能先出来，但是明年会补上更多的功能，所以大家就拭目以待吧。